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患有分离性障碍？如果有想过，那就来做做这个测试吧，看看程度如何。开始之前友情提示，本测试旨在帮助大家脱离困难。测试中请选择与自己实际情况最接近的那个选项。1. 是否经常记忆中出现空白？ A. 是的，一直都会出现。 B. 是的，有时候会出现。 C. 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。或者 D. 没那么频繁。2. 你觉得周围的环境有时看起来像是二维的吗？ A. 是的，这种事经常发生。 B. 有时候是。 C. 没有。或者 D. 没看懂说的是啥。3. 是否感到自己灵魂出窍？ A. 是的，就好像我是个外人在看着自己。 B. 有时候是。 C. 没有啊。或者 D. 从来没有。如果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都是 A， 那么很有可能患有相关的障碍，就是平常说的大部分人口中的解离，有时作为附带的评论，有时作为一个笑话。然而解离可能指向未解决的创伤，脱离社会不仅仅是心不在焉，而是一种对抗创伤的应对机制。从长远来看，它会影响患者的思想、情绪状态、记忆，甚至是认同感。尽管这是一种有用的应对机制，但频繁的相关事件会让生活变得困难，因为它们会扰乱日常生活。那么解离有哪些类型呢？有3种类型：多重人格障碍、解离性失忆以及人格或现实解离障碍。虽然每种类型有不同的症状，但它们还是有一些相同的特征，比如感觉与世界脱离。脱离是分离性障碍的主要症状，患者会感觉与他人、周围的环境和自己都脱节了。对于那些经历过去个性化或去现实感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容易识别的特征。然而，要意识到自己离自己越来越远，需要有自我意识。如果你觉得有点脱离自我，花点时间检查并重新取得联系。另一个迹象是身份意识模糊，还伴随着一种超然的感觉。患者也会经历一种身份模糊的感觉，这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，或者好像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那就做一些有助于增强自我意识的事儿，探索一些你可能已经停止做的事情，真真切切的做事。如果需要帮助，一定要向治疗师求助。下一个迹象是记忆断片。分离的常见迹象是出现了记忆断片。这种记忆断片不是由于外部因素或药物引起的，而是在没有任何容易识别的诱因情况下发生的。留意到记忆断片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患者自己没有意识到错过了什么，因此这通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。写日记是一种更好的意识到潜在记忆断片的好方法，把当天或本周计划做的每件事都记录下来。再下一个迹象是无法应对压力。分离是对压力情况的一种反应。早期识别分离的明确方法是衡量一个人的抗压能力。如果注意到压力对自己的影响比平时更大，大脑可能会求助于分离来应对。无法应对压力的明显迹象包括易怒、高度敏感和持续疲劳。如果被压力压到不知所措，那就退一步，少做一点。我们很容易被紧迫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有时候为了做得更多，最好从小事开始。如果少做一点似乎不行，那就做一些能够帮助自己释放压力的事，比如锻炼、跳舞或画画。最后一个，第5个迹象是不真实的环境。分离的另一个特征是一种不真实感，周围的环境就像布景上的道具或平面画的一部分。这种症状是典型的去现实化，实现本身就是一种分离性障碍。但分离性障碍的症状也可能持续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分离性障碍中。要被归类为分离性障碍的症状，患者周围环境的不真实一定不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。如果注意到自己经常出现去现实感，就向治疗师寻求帮助和指导吧。分离性障碍也可能是共病，或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、焦虑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发生。如果你注意到出现了本影片中讨论的任何迹象并需要帮助，一定要联系治疗师，他们可以指导你进行认知行为疗法或谈话疗法。
然后为你提供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空间来交谈。你有哪个症状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并分享给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。如果喜欢心理学，那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吧，这样才能在未来看到更多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